我是小林哥。过去的2年，我曾在世界各地环境恶劣的荒野生存过。为了更好地感受自己流落荒野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，每一次挑战我都没有携带食物，没有水源，没有现代化的建造和捕猎工具，一切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。时隔1年，我准备再次出发荒野。我现在在金三角，对，没错，就是国际上面大名鼎鼎的那个金三角。泰国、缅甸、老挝3国交界处。目前我住在湄公河边上的一个酒店里面。这个地方去年我来过一次，但是没有在这边荒野求生，所以这一次过来，我准备在金三角的森林里面荒野求生。这些都是我这次所携带的一些设备，基本上都是一些拍摄，还有电池，还有充电的东西。这药品、卫星电话、充电宝、相机电池、一个小头灯，还有运动相机、无人机。这还有一个大太阳能板。现在开始上山，包了个车。คงไปได้มันรถตอนนั้นแหละนี่เข้าใจ ไปได้อยู่สบาย เข้าใจครับ 好，谢谢啊。哦 ，OK。金三角地区属于东南亚热带雨林气候，不过现在是旱季，我是真会挑时候来的。现在我们正在往山上走，沿着这条新挖出的路往森林深处去。1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山顶，山下一片全是原始森林，这将是我未来的战场。带上装备，折腾了半天，终于到地方了。把东西卸下来。我发现这林子里面还有点阴冷阴冷的。哎，走吧，赶紧找个地方扎下来。我要寻找一个合适的驻地，有水源、有阳光、环境干燥、舒适一点的地方是首选。这个小路一看就是人走过的，无非就是采药的，还有打猎的。慢点走，这边太陡了。哎，这个路上就是这些东西，挺烦人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块好陡啊，特别陡。这是一条深沟。嘿，这发现了一条小动物的路径，很明显的就在这里。看，这太明显了，就顺着往上面走的。个头不大，像这种的话，应该是一只老鼠。我的妈呀！这太陡了，这个。哎，走啊！哎，哦，啊！什么东西挂我一下？带刺的。这感觉怎么说呢？有点酸爽，还好，一点点皮外伤，没啥事儿。我全是带刺的东西啊！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就在前面，仔细听。嘿，一点点，太小了这股水，再往下面走一点，兴许水会更多。这边树木太茂密了，遮天蔽日的。这边这个水流就大一点了，再往下面走的话，应该会更大。高点。还行，是山泉水的味道。这边还是太茂密了，不太适合搭建庇护所。基本上都是，哎呀，被遮到了，赶紧找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搭建营地。找到一个好地方，就我身后这一块，比较平坦开阔，完事上面的天空也是露出来的。这种地方的话，湿气没那么重。
这个地方还不太平，给它挖平一点。相当的可以，你看清理出来了，这简直就是理想中的驻地啊！真是费劲搞这几根木头，没办法，没有工具，没有刀，全是用手掰下来的。这些空隙太大了，再给它编织一下。等下还要盖芭蕉叶。接下来这个要从下面这样子挨着挨着的往上面盖过去，这才是最好的防雨效果。这样子盖，今天就只能将就一下睡地上了。大功告成，忙活了一天了，终于盖好了。我这盖的还是蛮厚实的，防雨效果那没得说。不过呢，现在也不是雨季，应该不怎么下雨，先将就着住一晚吧。明天想办法搞个火堆出来，住着应该就会舒服了。看样子今天晚上是有点不好过呀。这个天刚刚暗下来，就感觉凉飕飕的，气温就下来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，毕竟身上脂肪厚，对吧？有什么明天再说吧。这忙了一天，也确实蛮累的。晚安。不行了，睡不下去了，感觉太冷了。其实温度应该也算不上太低，大概只有20来度吧。哎呀，活动一下。哎呀，活动活动。现在外面好安静啊，连虫子都不怎么叫。可算天亮了。还是冷啊！等着周围这个雾散开了之后，太阳出来了，林子里面会变得干燥起来。我一定要想办法生个火堆出来，哪怕是把电池拆了，我也得生。我不想今天晚上还这么过，真的是太难受了。哎呀，好多油啊，洗都洗不干净。水分补充好，现在去找点木材生火。我找到了2根比较好的转棍，这种木质都是比较硬的，看到没有？再揪2把干一点的草，够用。这么大一把干草，那这就得到了一根比较好的转棍。这棍子都搞断了，烟都不冒，什么玩意儿啊！真的是，这钻木取火也不行啊，我得再想想办法，不然今天晚上又得挨冻了。我准备再尝试一下泥木取火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真不想用我的相机电池生火，那玩意儿不便宜啊，而且我还要拍摄。
着了！这就是我取出来的火星，现在它还比较微弱，轻一点，不然得把它搞熄了。小心翼翼的用这个干草把这个火给引起来，动作不能太大了，也不能弄得太重了。取火成功啊！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喂！别熄！不行，还有火星，还能接着吹。Yes！ 这个柴太潮了，不好点，很不好点。现在这个火，加点这种，然后再慢慢的烧着。刚才你知道吗？这个火，因为这个火绒它不干，吹着看着燃起来了，结果一松懈下来，它就那个马上就灭了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它要全部灭掉，真的。不容易，真的。不过好在有惊无险，生着了就好。生着了就好。火升起来了，现在去搞点吃的。肚子还饿着呢，看到没有？在这里。哦！完了，要变蜘蛛侠了。它咬不透，这都是肉啊！再给它包起来。哎呀，这还有个大家伙，还跑！看到没有？这个叫做花蜘蛛，顾名思义，你看，它长得花花绿绿的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。有一些云南的少数民族就会把它当做一个下酒小菜。反正抓这玩意儿还是要特别小心，除非你想变成蜘蛛侠。放到火上面烤一烤，主要是怕它乱跑，这样子它就跑不了了。放在这个炭火旁边，给它烘烤。这两个小家伙肯定是不够吃的。我准备再去搞一点吃的。这还有一串野芭蕉，昨天我把它摘下来也吃不了，正好今天生出火来了，把它摘了放在火上，烤熟了就能吃。搞点烤着，烤多少吃多少，这剩下的还能明天吃，也不浪费，是不？有荤有素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小的熟了，可以吃了。看看，就这么点儿。你别说，这味道还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肚子里面应该是有卵的，这种味道口感有点类似于什么呢？蟹黄，对，没错。这还有只大的，尝尝。是真的很香，可惜就只有2只。这个野芭蕉也好了，尝尝味道吧。
还行，这味道其实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有了火堆，可以好好睡觉了，再也不怕冻了。昨天晚上真的冻实在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会越来越有盼头，也会越来越好。加油！哎，兄弟们，大早上起来的天塌了呀！我用卫星电话给他们报平安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有急事，赶紧下山。没办法，我现在只好下山了呗。哎，可惜的是我这个挑战没有完成，人都还没有太瘦，没办法咯，只有等我把事情忙完，我再回来接着更新。在这里，我跟大家承诺，我一定要完完整整的拍一期出来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，不管遇到什么。我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一条眼镜蛇啊！这冬天不冬眠的吗？可能是这边气候比较暖和吧。不知道它是不是出来，是准备在这个沟边晒晒太阳。哦，这真是，这是一条舟山眼镜蛇。啊！看这玩意儿，它是盯着我的，我靠！哎呀，我靠！算你今天运气好咯，在我出去的时候碰到你。但凡是我还住在这里面，你今天都跑不了。算了，不管它了。等我事情忙完回来，接着我的生存挑战。这仅仅是个开始，而并非结束。